是不是突然有点恍惚？我操，难道是奇迹降临，黑鲨绝境翻盘，起死回生了？想啥呢？这当然是不可能了，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残酷，命运之轮终究无法倒转，缓缓扣动的扳机更注定不会迟疑，一切似乎已成定局。但对于黑鲨在彻底搁浅之前，在别人都又打酱油又买盐子又包饺子又过周年之际，来一个梦回时转见影谷，走马灯中一传奇的最后一舞，了却杀手们心中执念，应该并不过分吧？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手哥。内置半导体制冷的黑鲨6 Pro 坐稳扶好，咱们马上开车。首先凑齐这点东西确实是比较困难，来之不易，要隆重感谢无法透露姓名的好兄弟提供手机，以及资深杀手酷玩大佬塔库米赞助的风扇和对本期内容的大力支持，感谢两位老铁。然后就是这台毫无疑问的工程机中的工程机，个人觉得尤其软件层面完成度不超 50%， 最多也就是走到了第二步设计验证阶段。为避免任何可能的争议纠纷，朋友们就当这是个并不存在的模型就可以了。本期涉及测试及演示的部分不具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仅供娱乐品鉴。同时咱们尽量聚焦产品和回顾品牌公司自身内部问题，不做妄议，也希望这部分朋友能高抬贵手，不要带节奏，感谢。尽管这台并不存在的最后作品，市面为了图个省事通常都是直接叫做黑鲨6 Pro 或者是概念机，但实际这哥们儿其实却是正统的黑鲨3 Pro 继任者原版黑鲨4 Pro。之前我们所见到的4系列、5系列都是迫于种种原因，无奈选择做了部分呈现的权宜之计，是不是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当初很多想不通的情况，脉络一下就通顺了。只是如此超前的设定，没成想直到最后也未能走入量产，着实令人唏嘘。同时也不禁想象，假如当初它能在4代时就发布，那今天的游戏手机又将会是怎样的光景呢？不过当然典故是这么个典故，实际最开始是不是就长这个样，恐怕只有黑鲨自己才知道。个人更倾向于可能知道黑鲨5时代这套设计方基本定型，相较黑鲨5 Pro 两者可以说是极其相似，只是更高端的配置不免令6 Pro 身形也跟着更加磅礴，黑鲨历史第2的那种。如果假设整机为规整的立方体，则重量与黑鲨3 Pro 相近的基础上，体积比黑5 Pro 大了差不多 17%， 比4棱4角的红魔也还要略大一些，甚至大身板的 RG7 摆在这儿都会显得徒增几分苗条。看来这套极寒主动制冷系统的确是压力山大，同时整机未见平衡方面考量，重量明显上半身更加集中，也许横屏双手可能就还好，一旦竖屏单手就不免有点往外撅了。好消息是音量键与电源键都有所下移，方便操作，坏消息是仍然侧边指纹识别。红屏游戏总体手感介于今年的红魔与 LG 之间，尽管设计上弧形机身加大转角，但这个尺寸比例与重量说实话恐怕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驾驭。反倒是这个庞大的主摄散热模组竟并不会构成什么显著的干扰，包括使用散热背夹，个人觉着也都在可接受范畴。毕竟即使都到了这个份上，也比 iQOO 这个莫名其妙的超长装饰件好像看着要更加合理吧。至于配套的这个小风扇也同样算不上碍事，因为真的非常的小，起码我用着正好可以搭个手指，啥都不耽误。颜值方面，黑鲨1到3代可以说从设计到材质再到功用的考量，基本款款都堪称经典。尤其2到3代主板横向中置的前提下，更是将异形金属与玻璃的对称融合混搭推向了崭新高度。更不用提氛围既是正义的 RGB， 设计倒反天罡维修地狱几近浮夸又如何？起码那是个让你永远都猜不到下一次的极形精致的时期，也是进入所谓大屏智能手机阶段第一次让人又重新找回了些许那种当年探索百般花样的乐趣。只可惜天下无不散的筵席，高昂的成本、过低的容错、奇怪的问题等等，都导致这套迷人的狂飙之旅从不提也罢的第4代开始，不仅戛然而止，甚至灵气散尽，大有原地扎进沟里的趋势。说好听点就要低龄廉价，说直白点就是这到底是个啥？当然咱并不是说中国航天不好，是后期这几次的设计，尤其个别版本连带手机壳都真的是不忍直视。犹记得有杀手朋友曾画给我的手稿，讲与我的畅想，坦率讲都比这些权宜之计要强得多。当然一如不再亮起的 logo 灯，此时的黑鲨已然无力继续维持高歌猛进，只剩绝地求生，亟待解决供应链与盈利。当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差点意思恐怕也真就并不算什么问题了，令人实难真正计较苛责。回到这台工程机，实际上手庞大的散热主摄模组，毫无疑问瞬间便会牢牢抓住你游移的目光。若隐若现的纯铜散热鳍片又飘散着些许饱含反差的性感与霸气，结合独特小巧的外挂风扇，在2021年或者就算放到现在，你要说它不够新奇，恐怕多少都会显得有点吹牛逼。虽然看起来也许是比不了往死里堆颜值的红魔8系，但我建议朋友们可以试想一下，想象更加酷炫的涂装，或者万一这货也有透明玻璃，是不是就好多了？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愿意给黑鲨6 Pro 的颜值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
犹记得18年黑鲨首发液冷散热时那个极为朴实无华的经典现场，从现在早已见怪不怪的液冷到塔式液冷三明治，再到逆重力双 VC， 从极冷背夹到冰封3 Pro， 虽然其中连带配件难免也有个别失败的作品，但不得不说黑鲨始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一定程度参与和推动了手机散热设计的发展，也起到了游戏手机应有的先锋意义。到了本次黑鲨6 Pro 首发内置半导体风扇外挂的极寒主动制冷系统，虽胎死腹中吧，但你很难不承认它的前卫与巧妙。这个倔强的家伙真的是连遗言都忍不住要再点一次创造与探索的题。当然有同学可能会说，你瞧着电动舱门，你瞅着成排的散热鳍片，怎会如此的似曾相识呢？想问 LG 风动阀怎么看？他能咋看？黑鲨这玩意儿到底几时立项暂且不提，起码21年底便申请了外观专利，所以你懂的。究竟是谁参考了谁的灵感不好说，只能是朋友们自行想象了。毕竟主要部分全都塞进了手机，外挂小风扇仅提供风冷部分中的风，所以不论身形大小还是只有不到26克的重量，都精巧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能你随手买瓶功能饮料，瓶盖也就这么大，相较比如黑鲨冰封3 Pro 或者磁吸这种一般的背夹形制，可以说简直是小到没边。难怪这版还做了挂绳口，确实拴个钥匙扣或者挂个包之类的都并不会构成什么压力，方便随身携带。小东西通过磁力吸附，手机与风扇侧都可以看到磁铁的存在，吸附后紧密而牢靠，足以承受手机自身重量，没有摆动或者松垮的迹象，同时横屏握持也几乎不会造成干扰，相比常见背夹要舒服得多。小风扇内置 NFC， 你可以通过感应触发舱门直接使用，或者通过软件开启，甚至是语音开启。舱门内触点与风扇连接供电，不出意外的话，银色金属板下既是制冷片与 SOC， 整套东西连接左侧散热旗，风扇吹入冷空气，通过极短的风道粗暴直接的快速带走热量。目前这版软件提供了自动与空调两个档位，前者纯风冷，设计目标为直降6到7摄氏度，后者叠加主动制冷，最高可直降10摄氏度，实际效果我们后面再研究。操控方面，18年黑鲨1代出道即配备专属手柄，19年黑鲨2代开启屏幕压感游戏映射时代，20年黑鲨3系列即完成物理渐渐、声控映射、体感映射4区屏幕压感之大一统，几乎是呈现了沿用至今的完整模型。可以说，倘若你是这一代的用户，如果感觉后续市面游戏手机不论专业的还是二八坑子，除了核心几大件外都实难唤醒激情，简直再正常不过，完全不是你不行，也跟年龄没球关系，是3代尤其 Pro 版着实他娘的过于巅峰完备。但用无悔的屏幕压感几乎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基本零负担的纵向操控延展，结合丰富的设置玩法，可以说甚至令受到古典主义玩家诟病的搓屏幕式体验一定程度都名正言顺起来。毕竟在双指都不需要离开屏幕，且仅需双指的基础上就能轻而易举的获得效率飞升，可比诸如装更多的按钮、疯狂压榨陀螺仪、超着把火之类的符合直觉多了。只可惜也许是受限于成本，黑鲨3代一别，这项功能没想到竟落得个后继无人。第二梯队都不用说了，甚至黑鲨自己也在为深究。这是 iQOO 11的压感覆盖范围，这是黑鲨5 Pro 的，本次的6 Pro 也基本一样，而这是4传感器的黑鲨3 Pro， 好像很难说哥几个能算一回事吧。玩到兴起还得惦记着别过头，与除非刻意否则难以超出范围，实际体验根本就不在一个段位。虽然手机物理渐渐算上功能机时代，黑鲨并不是头一个尝试，但却毫无疑问是唯一完善了细节与玩法，且赋予这个东西切实价值的存在。从升降到磁动，基本可以说是已然打穿，甚至针对日常连带波动开关与屏幕压感一起，都单独给到了丰富的自定义。实属还想怎么样系列。至于物理和触摸或者超声波渐渐，究竟哪种才最好？反正我肯定是坚定的物理按键爱好者，没有什么复杂的为什么。坦率讲，单纯这种真实的触感，甚至机械构件的咔嗒声，就已然足以令我大为满足，只是因为这东西看起来真的很酷，这种感觉绝非触摸类按键所能替代，也不知道有没有相近的同学。当然，尤其这种物理渐渐塞进手机的做法，即使做到这个份上，也始终都免不了各种质疑之声。比如买个外置手柄它不香吗？比如不过是体验置换罢了，搞得手机又大又重，是不是有点毛病？对于这些典型的杠上老侠们，我的建议是不予理会。震动方面，尽管黑鲨2时代就已经玩出了所谓4D 震感的雏形，但种种原因，后续黑鲨并没有为配合压感与渐渐而呈现过双震动，不可不谓一个小遗憾。不过当然话说回来，截至目前，双震动这种东西好像还没有谁真正做得好的，说白了也基本都是在扯犊子。很多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那个羸弱的所谓负震动到底是震了还是没震。这台工人机的震动和黑鲨5 Pro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同一个，参考 LG 7和红魔8 Pro Plus， 我们简单听听看。
面，个人觉得如果单纯从设计角度，正面对称双扬外带双功放的黑鲨3 Pro 同样是最经典的一次，即便后续音质提升，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毫无疑问处在制霸的位置，但却也总让人感觉似乎缺了点什么，反倒唯有 LG 坚持至今。尤其今年不再像之前一样几乎只强调低频，解析也有所长进之后，令多少有些原地踏步的黑鲨就难免显得力不从心了。本次工程机的外放和5 Pro 不出意外也是同一套，不过因为并没有加入任何调教，这里就由黑鲨5 Pro 代表出场了。需要说明的是 LG 这个低频，可能咱这套设备也有些录不太全，视频里黑鲨5 Pro 和 LG 听起来会差异不怎么明显，但就现场实际听感而言， LG 确实更胜一筹。还是黑鲨 LG 红魔这格栅，咱们简单感受一下，注意调节耳机音量。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迹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众所周知，受限于成本与空间等因素，目前手机仍旧难逃水桶理论限制，有长则几乎必有缩短。尤其作为常为小众品类中的所谓专业序列游戏手机，除了选择搁置一部分玩命拉长长板，别无他法。毕竟如果再算上影像的话，即使抛出价格、身材、重量等，也绝对够喝上一大壶了，横竖都不怎么现实，实为无解。因为版本缘故，这台工程机搭载的是与黑鲨4 Pro 规格一致的3摄组合，主摄停留在了 M4686，有几张塔库米同学改了水印的投稿，朋友们可以简单看一看。然后该说不说，有个有趣的事情是，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黑鲨1代的时候甚至提供了隐藏式的前置补光灯，看来最开始的时候对影像多少也是有过纠结的，是吧？显示方面，18年黑鲨1代机搭载独立图像处理芯片，引入插帧补偿、图像增强，并首发国内屏幕色彩统一调教。19年2代推出硬件 DC 调光，风光无两。20年3代力战护眼，并顺手拉开了游戏补帧的大幕。可惜命不如意，此后便丧失了资源，并未实现延续，甚至只能无奈的老太太喝粥。这2年什么双芯补帧、独立图形芯片调教等等概念，反倒被二队的跟随者们翻来覆去的折腾，耍了个好不热闹。这样的局面着实不禁令人唏嘘。回到这台工程机，黑鲨6 Pro 采用的是一块 6.73 英寸三星屏幕，分辨率3200×1440，感觉上应该和当初的 Redmi K50 那块脱不了干系。2K 分辨率自无需多言，画质非常的清晰锐利，但最高只有120赫兹刷新，稍显遗憾。整体肉眼观感相比黑鲨5 Pro 要明显的更加通透，只是仍存原冷金暖的类彩虹纹，这点要弱于红魔，但优于 LG 祖传大彩虹。实际上手与 iQOO 11感觉是比较相似。此外，也许是并没有调教的关系，滑动总让人有些想起小米12 Pro， 存在相对明显拖影。亮度方面，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524.6 尼特，与黑鲨5 Pro 十分相近，同时还是因为工程版缘故没有加入激发亮度。不过合理推测，激发平均超过1000，至少战平今年的 LG， 应该并不会构成什么问题。蓝光表现相对弱一点，但起码也是 iPhone 14 Pro 的水准。至于下面这些干不过毛坯屏幕的，只能说都是人才。调光频闪没啥可说的，因为没调嘛，就是简单的全程锁定在了480赫兹。估计做完的话，应该会是类似小米13的表现，也就是高亮 OK， 但低亮略闪，和 LG 7相差不会很多，但弱于红魔的国屏。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恰好得于毛坯的缘故，这块屏幕的暗光灰阶表现确实还是不错的，变色不明显，整体比另2位也都要显著更加均匀。色彩方面还是毕竟毛坯无法深究，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块屏幕的基础数字要比黑鲨5系列强得多得多，起码色域覆盖看起来来到正常范畴。相信如果加以调教，挫败 LG 问题不大，至少和红魔应该差不多。触控方面，系统中采用率120赫兹，游戏480，开启开关依然最高720赫兹，跟手度实测，说实话，我觉着哥3个其实差不多，差距很微小。当然，如果非要往死里抠，那么可能也许大概最高刷新率下的 LG 相对稍好一丢。
配置方面，这台工程机停留在了黑鲨5 Pro 的位置，同样是骁龙8阵1 LPDDR5 外带 UFS 3.1这么个组合。后边由于一般软件全部都装不了，但毕竟最后一次嘛，就随手试了试，纯属是不想流程缺失，不必深究。总体表现与黑鲨5 Pro 基本是平齐的。提到不想缺失，那接下来的烤机和游戏嘛，就该干还是得干，因为 3D Mark 被系统屏蔽了，所以烤机就只能直接双烤了。而这东西毕竟是个没有实际结果输出的测试，为控制变量方便对比，不包含外置风扇。参考黑鲨5 Pro， 我们简单瞧一瞧。结果来看，两者温度的差异并不大，雾面最热点平均温度相差仅仅 0.18 摄氏度，抛除误差等因素，我觉得这个应该就算是一样的。内部 CPU、GPU 平均温度情况基本亦是如此。不过考虑到这台黑鲨6 Pro 输出会略高一点，尤其高火力相比黑鲨5 Pro 多坚持了将近2分半钟，且全程超大格主频都要更高，所以这套散热理论上确实略优于黑鲨5 Pro。只是尽管拥有更大的身形、更充裕的空间，这个增幅确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来得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假如相较同期红魔7 Pro 输出相近前提下，这台工程机比红魔开启内扇要热一点，但低于内扇关闭状态。这里头不难看出两者表象的确十分相似，主要发热点也都对得上，只是主板核心布局有所调整。黑鲨6 Pro 得益于这套散热体系，尤其横屏状态，背板握持区域体验会更好一些，毕竟只有那个碰不到的舱门是比较热的嘛，其余均被庞大的主摄模组所覆盖，而不是像黑鲨5 Pro 主要发热位置即是握持位置。半小时120帧王者，首先整体来说，如果回到那个时间点对打同样8阵1的红魔7系的话，无论红魔是否开启内置风扇，帧率不好说，因为当时红魔作弊了，起码温度和功耗表现，这台工程机都会更胜一筹。然后这套外挂小风扇且制冷片直压 SOC 的主动散热系统，即使最高档位，收效也是没有想象中多。周身5面平均砍下 1.84 摄氏度，内部 1.7 摄氏度，就算4舍5入也只有2摄氏度，那这个程度似乎和红魔的内置风扇也没啥区别。当然这里背面最热点是打在了出风口位置，正常握持的话背面要更加凉爽，可能也就35、6度。这台工程机的散热系统看起来是限制在了2瓦左右，并没有完全放开手脚，设计之初整体应该可以达到4瓦的极值。试想倘若这个基础上效果翻1倍的话，不求10摄氏度，哪怕砍下4度也可以说是相当能打了。但是一方面半导体制冷边际效应比较明显，还要平衡风扇噪音与散热，另一方面玩个王者就干7、8瓦的话，好像好看也不好听，太费电了。所以我觉着即使做完大概率也不会超过3瓦。这样的话你再想想直降10度的目标，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这种内置半导体的工艺良率达标难度较大，比如这台是吧，恐怕这里也就发挥了3成，猜测这点也是导致本款始终难以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以上都是瞎猜，没准单纯就是8阵1太操蛋导致，如果放到8阵2上，即便是这个程度也还是很有胜算的，就是可能比较费电。来到原神，这里就是基本彻底没什么调教了，帧率、功耗等等比较垮。不过虽然散热系统功耗依然是2瓦左右，没有明显更高的迹象，但实际效果比刚才王者要强一些。最高档位周身5面最热点平均砍下 4.44 摄氏度，内部 2.7 摄氏度，是吧？一如前文，这个幅度除了费点电，我琢磨如果8阵2效果还是十分可期的。续航方面，保守估计这台黑鲨6 Pro 采用的是5000毫安时电池，不过既然8阵1加之又是工程机，所以你懂的，和量产的机器无法相提并论，用不了太久。充电方面依然是120瓦快充，1%电量起充，10分钟充至 66%，15分钟 88%， 充至100%耗时18分钟，完全充饱则需26分钟，表现与 Redmi K60 Pro 情况相似。如果按照目前黑鲨5 Pro 降速后的20分钟来参考的话，那这台5000毫安的黑鲨6 Pro 确实比以往都更快一些。这就没了，对啊，不然呢，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不过最后还是忍不住想说，游戏手机从来都不是伪命题，黑鲨手机的一生也更不是什么被嫌弃的一生。相信即使时针重新拨回2017年，市场依然会做出相同的判断。游戏手机的诞生绝非意外，而是早已尸山血海，销量还首次出现下滑的环境背景下，看得见摸得着且容易实现的最佳选择。无论结果如何，起码如此细分品类，彼时彼刻，机会难得。总有人嚷着缺乏变革性的技术创新，也没有和普通手机拉开明确距离等等马后炮，反复说着游戏手机就不应该存在，彰显自己多么的牛逼。所以难道是凑不上这点教条就不探索不发展了吗？恐怕任谁扔到那个手机销量下跌、手游玩家暴涨的分界点，也不见得就能憋出什么别样的高见。更不用提非说这玩意只是个概念的某些是吧？能玩和玩的爽是一回事吗？硬踩纯属就是又不舍得下本又想接着捞钱的诡辩。反倒是这个各家拎着脑袋往里扎，新东西卷上天，但销量却永远只是零头的小众东西，引领并反哺半壁江山，又混过了这些年，直至折叠屏出现。不然你以为手机这些年吃的啥？吃那个已经卷了20年的牌照吗？
只叹时光荏苒，命运无常。黑鲨这个曾经在红海中横行无忌的冷酷杀手，虽然拥有梦幻般的开端，但种种原因却也难逃这样一个略显凄凉的终章。对与错此刻都不再重要，只是坦率讲，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感觉有些似乎配不太上过程，如鲠在喉。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能多少缓解一点吧。当然时间有限，还有非常多的黑鲨独有的有趣的东西没能一一提及，希望杀手们不要怪罪，错误或者撒汤漏水之处也请大家多多包涵。5年时期，这趟黑鲨的游戏手机之旅今天算是正式告一段落。还是那句话，虽有无奈，然却无憾。因为在过去的5年里，黑鲨已经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用热爱与实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在此也借机衷心感谢一路上每一位老铁的支持与关注，没有大家的陪伴和鼓励，估计我早就走在黑鲨前头了，哪敢想还能看到黑鲨6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最后的最后，我觉得也不用太过消沉，更不用像沙尔酱发的状态似的搞得那么伤感。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轮回，都是一个圈。当年功能机的游戏手机黯然死色的时候，也没人想到智能手机时代还会重现辉煌啊，对不对？相信未来还是不断会有像黑鲨一样的挑战者出现，继续这场勇敢者的游戏，带来新的探索与创造。因为热爱和追求永不停息，机海无涯，终有重逢之日，胜负未决，愿有再战之机。沙尔酱说了，期待与指挥官们再次相遇。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你在闪光，震动我的无尽想象人生，滚烫，为什么彷徨迷茫，不负小光将梦想绽放，梦的绽放，充满不灭的希望，无论你在世上的哪一个地方，飘落在中风的路口，奔向我吧，再一次并肩作战。